佢哋已經唔記得咗自己幾多歲，亦都冇辦法清楚表達自己嘅需要。他可能告訴你肚子痛，但是他其實是在摸腳。佢哋或者會做出一啲令人難以理解嘅行為，甚至慢慢退化到一個完全冇辦法照顧自己嘅地步。但係佢哋反而幫助身邊嘅人學習包容，用更大嘅愛心對待人。我覺得弄錯反而是一個美麗的錯誤，因為我們台灣人要多一點就是包容的心，去包容這些老人家，因為我們都會老。記憶力差、蕩失路、揸車嘅時候發生交通事故，呢啲嘅情況唔少人都試過。雖然會為生活帶嚟唔方便，但係都不過係小事嚟啫。但係如果呢啲小事發生得越嚟越頻密，去到一個影響日常生活嘅地步，就唔止係小事，或者係人老咗咁簡單。呢啲症狀有機會係大腦出現變化嘅徵兆。Dementia 係一種退化性腦部疾病。有人叫呢一種病做痴呆症，亦有人叫佢做腦退化症。呢啲嘅名都帶有貶義，令人不安。近年嚟，亞洲一啲地方，包括日本同香港，為咗令大眾更願意認識呢種病，將佢改稱為認知障礙症。而喺台灣呢個病普遍被稱為失智症。隨住全球人口老化越嚟越嚴重，失智症變得越嚟越普遍。2017年全球失智症人口有接近5000萬人，預計到咗2050年，人數將會高達1億3150萬人。喺台灣，65歲以上嘅長者之中，每12人就有一位失智者；而80歲以上嘅長者之中，每5個人就有一位失智者。雖然越嚟越多長者患有失智症，但係大眾對呢個病仍然陌生。而失智長者一啲異常嘅行為，例如妄想身邊嘅人要陷害佢，或者堅持人哋偷咗佢嘅財物等等，對照顧者嚟講就更加造成好大嘅壓力。我覺得失智症的病人是最難照顧的，對，因為他們的腦筋已經有退化，他們的身體還是可以走動的。失智症是沒有辦法治好，但是可以讓它慢一點、緩一點惡化。正正因為人口老化，唔單止失智症患者年紀老，唔少照顧者嘅年紀亦都一樣老。每一個失智症患者嘅背後，往往都有一個心力交瘁嘅家庭，佢哋極度需要支援。失智症照顧的過程當中，當他到了中末期之後呢，其實家人對照顧的壓力很大，他需要可能要尋找一個24小時可以幫忙他照顧的地方。那在台灣的整個 long-term care 的 system 裡面 ，nursing home 其實一般都是以 disability 這種失能的老人為主。那所以在台灣呢，事實上這種長輩要找24小時照顧的地方非常的少。呢度係聖母家屋，係全台灣第2間失智症團體家屋，由天主教中華聖母基金會管理。呢個單位住有8位老人，屋裏面嘅陳設同佈置睇起嚟同一般家庭冇咩分別。呢一個就係團體家屋嘅特色。2007年的時候，台灣去引進了所謂的 group home、dementia 的 group home 這種照顧的模式，它是一個小單元的照顧模式，大概一個單元就是5到9個人之間。然後呢，利用所有的設施設備，就是跟家一樣的屋子，然後家裡面該有的設施設備，廚房、調理台、客廳、浴室，然後寢室，好，反正跟家裡面的元素都一樣，讓這樣子的長輩到這樣子一個照顧氛圍的時候，利用小家的一個照顧模式，大家都是像一家人一樣，然後用熟悉的照顧服務員，因為小家的一個照顧模式，服務員不會亂換，所以用服務員最熟悉的模式來照顧這樣的失智症家屬。團體家屋呢一種照顧模式，適合一啲具有一定自理能力，可以同人哋和平共處嘅失智症長者。他們都要是行動功能可以自理的，就是走路是平穩的，然後自己可以吃飯，自己可以上廁所。但是在這個照顧的過程當中，有可能
他的下肢肌力会开始退化，所以他会开始慢慢的走路越来越不平稳，然后或者是说吃饭他会吃得越来越慢或吃不好，然后上厕所有些时候是因为身体功能，他会越来越不知道说要去上厕所这些事情，过程中会提醒他。那我们透过照顾，就是大概2个小时就带他去上厕所。他这样子其实就不用到包尿布，即便他会有微微的漏尿，我们就是用个内裤加小尿垫，这样子可以让他其实整个皮肤是比较好的。然后2个小时带去上厕所，也可以让他的膀胱不会这么胀，等到要上的时候会来不及。所以我们这边的照顾就是一个规律的作息方式，然后去让他在这边感觉到是安心跟有尊嚴的。聖母家屋現時有2個單位，每個單位可以住8位長者。呢16位長者由11人組成嘅團隊嚟照顧，當中包括8位服務員、2位護士同埋1位社工，為長者提供全日24小時嘅照顧。家屋同一啲規模大嘅長期護理院舍嘅最大分別，係在於屋裏面嘅每一個角落都散發住家嘅氣息。這是寵物輔療犬，這隻狗其實大概在7年前，它是流浪狗，然後在高鐵站，台灣的高鐵車站撿回來的。嘉義是一個 county 那個很傳統的農業都市哦，這農業都市裡面老人都會養狗，所以當他們看到狗的時候，他們更覺得這非常的親切，是像在家一樣。我們幫他做了一些疾病的預防、檢測等等的，然後他自己本身也他的特質，狗的特質，他是拉布拉多，他屬於比較溫和的，所以他7年來就在這邊一直陪伴着長輩，有時候還要陪長輩回去睡覺，然後長輩有時候去曬衣服、晾衣服，他就陪着長輩出去。這是準單人房，就是2個長輩在一個房間裡面，但是中間有一個小隔板，讓長輩他們有一點隱私感，然後又可以互相作伴。所以有一些比較好的夥伴，他們就會在睡覺之前，枕頭就把它放在床尾，然後就2個會講話啊，然後也許會講不一樣的事情，但是就會很開心。然後等到睡覺的時候，再把枕頭放到前面去，各自睡覺。無論係單人房定係準單人房，房裏面嘅佈置都盡量由長者自己挑選，目的係令佢哋覺得自在，等佢哋有歸屬感。長輩進來之後，他還是可以再佈置他的環境，這個是我們先幫他 say 好的，但是他進來之後，他可以自己瞧，他可以自己移動，所以這些東西他都是可以隨着他要擺的東西。然後我們也鼓勵家屬，你看像其實床單也不太一樣，我們也鼓勵家屬就讓長輩帶他自己喜歡的床單，帶他去挑選他喜歡的色系，所以當他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他就會熟悉，他就會知道說啊，這是我的床。那即便不知道，他就會自己覺得我比較喜歡這個顏色。那所以我們在這邊不會有太多需要去做名牌去做辨識的這個東西，就是帶着長輩一起去參與他的生活。那這樣子的照顧方式會讓他更快的進入狀況，更快的找到他自己的所在地點。強調家嘅感覺之餘，為咗確保長者安全，間屋裏面每張床都設有一個叫做離床偵測器嘅特別裝置，感應長者係咪瞓喺床上面。不管是翻身或者是起來，好，這個壓力就會不一樣。那工作人員就會知道說，這個長輩有在翻動，他可能要準備下床了，所以工作人員要趕快上來準備。長輩他們有些時候會活動累了，可能想要上來躺一下，但工作人員會去注意，就是不要讓他在床上躺的時間超過半小時。好，但是他們還是可以回來躺一下的，就是很像在家裡面，我有時候可能想要回房間躺一躺、滾一滾，但是整體的生活作息還是會維持規律，所以工作人員大家會注意一下，就是讓他回來可能休息個半小時，好，然後就會再想辦法讓他下去做活動，然後告訴他說，現在有任務要交給你咯，你要趕快下來哦，好，我們大家都在等你哦，這樣子。團體家屋呢一種照顧模式，點樣幫失智者延緩退化呢？關鍵就係佢哋將復健融入喺日常生活之中。在這個家屋裡面呢，因為他們是 dementia，其實他的physical function 都還算很好，只是他 brain 的部分，他可能有一些認知上面的一個障礙，或者說計算能力，或是
记忆力，等等这些障碍。那我们是照顾的理念叫做生活即复健，也就是所有的东西就像他一般在生活一样，他生活上面能做的事情，在我们这个group home 里面都让他做，而且呢是 induce 他出来做这一些活动。比较多都是生活事务，比如说像洗碗、折衣服、洗衣服、晒衣服、散步、扫地、打扫这些，因为我们不会在家里面有太刻意的活动，因为那个就会比较像是外面的活动场域，所以这边比较多的活动就是生活复健这一块，让他可以自己穿衣服。我们也许光穿衣服去判断天气就是一个活动了。现在是什么样的天气？你要穿长袖、短袖，然后你是长的要在里面还是短的要在里面？然后扣子，然后拉链，这个对他们来讲其实都是需要再去学习的。所以我们比较多的活动是这一类的。就是从生活中包括刷牙漱口，他们可能也都忘记了要怎么弄、怎么去做，所以很多是在这一块的活动部分。当你的照顾模式一直跟他以前生活的形态更贴近的时候，其实他会保有这样子一个能力，他不容易去忘记。但是他如果慢慢的退化的时候，我们的照顾的人在做什么？我们的 care 的这些 helper， 跟我们的 nurse 跟 social worker。就是在旁边协助他，比方说他洗澡洗到一半忘记，我们可能会说，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是要上肥皂，知道吗？他会想起来，然后就帮他教他怎么样去上肥皂，让他自己做。失智長者之所以比起一般病人更加難照顧，係因為無論生活上嘅任何環節都需要加倍嘅時間先至可以完成。由於人力資源有限，為咗確保失智長者嘅安全同減少麻煩，一啲長期護理機構會選擇約束長者，盡量限制佢哋嘅活動能力。相反，聖母家屋寧願利用多一啲嘅資源去協助長者恢復同埋提升自主生活能力，其實相當難得㗎。其實在我們整個失智症照顧的領域裡面，我在台灣21年得到最大的一個啟示，就是說，其實照顧的人永遠沒時間。我們在照顧的過程當中，永遠說覺得我沒有時間，所以我要幫你先做。比方說，我們要幫長輩穿衣服，因為他是 dementia， 他慢慢穿，看他穿那麼慢，算了，我幫你穿。但在這邊的話，不管多慢，我們就讓他自己做，所有東西都讓他自己做。由於呢啲長者嘅認知能力逐漸衰退，要同佢哋溝通，明白佢哋嘅需求，都需要花好多功夫同耐性。失智長輩因為他的每個人的教育背景不一樣，生長環境不一樣，那他的語言表達也會開始不一樣，會退化到有些長輩他可能就是日文的表達夾雜國語的、夾雜英文的等等。那有時候他的表達是不準確的，就是他可能告訴你肚子痛，但是他其實是在摸腳，他的言語表達是錯誤的，就是這個東西會讓我們要去更難去照顧。唔講唔知，一啲研究發現某啲失智長者喺下晝到傍晚時分特別容易出現意識模糊或者混亂嘅情況。呢一種症狀叫做黃昏症候群。照顧者亦都要學習點樣幫助佢哋平靜落嚟。然後有的是到下午3、4點開始吵着要回家，他可能後面表達的意思是我現在很累了，我需要一個休息的地方，所以他說的他要回家其實是要找那個爸爸媽媽在的那個家，可是那個家其實不復存在，所以他的家其實是不是硬體的概念，而是那個軟體，就是要讓他有安全感，然後有人疼他，有人愛他的那個環境。現在幾點了？不急症啊，不急症。你已經退伍了，收假來不及了。你已經退伍了，你不用去上班，可是我要知道了，我要知道。你不用去上班，來。我要知道。你不用去上班，我知道。真的不要緊張。我知道。有人形容失智長者好似喺度經歷緊一趟時空旅行，過往嘅記憶片段同而家嘅生活再冇辦法分清楚。照顧者如果要同長者好好溝通，一定要清楚了解佢哋嘅人生故事。每一個長輩其實他都是獨一無二的，這邊的長輩就是每一個我們都要很清楚的知道說他從小到大他整個的成長過程，那會讓我們更知道他現在落在哪一個時空點，去跟他交談的時候或者是去照顧他的時候才會更貼近他
他才会觉得说，哦，你懂我，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你知道我需要什么。所以有时候照顾久了，就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或者是他屁股一个扭，我們常常都會說屁股一個扭，我們就知道，然後他現在想上廁所了，或者是他現在想要幹嘛了，這樣子。要長時間照顧失智者，唔單止講求技巧或者專業知識，更加需要一份由心而發嘅關懷。佢哋點樣先至能夠有足夠力量持續咁服務失智長者？我們的這些工作人員如果沒有愛心，這個工作是沒有很難克服、很難的永續這樣子照顧下去。所以我們不斷地要給他們愛的教育，有一些訓練，加強這個那個愛的動力，去照顧這些老人家，把這些老人家當作自己的媽媽一樣、爸爸一樣。呢日下晝，工作人員為長者預備咗烹飪活動。奶奶，我們是不是有客人來？所以我們今天要煮澎湃一點，我們要煮高麗菜卷。你看，我們都把圖片抓出來了。你這個是什麼？紅蘿蔔哈。然後，奶奶，等一下，我可不可以麻煩你幫我切香菇？等一下，麻煩你幫我切香菇哦。所以刚才他给我看那个高丽菜卷，高丽菜卷很漂亮。他说我说里面包什么呢？包肉啊，包蛋啊，包这个洋葱啊，都还记得。所以说在这边有像家一样的感觉，像家。然后每天早上我们也没有说有固定的時間起來，他睡飽了他起來，還有這種家一樣的感覺。我要做什麼都可以。長者嚟到家屋生活之後，雖然適應咗呢度嘅生活，但係依然需要同家屬保持密切接觸。我們的這個家屋的部分，很強調的是家屬一定要經常來看，然後可以帶回家的時候都讓他帶回家。那很多長輩被帶回家之後，都一直吵着要回家。他們說：“這就是你的家，不是我的家在那邊。”他們真已經把這邊當成是他們的家。所以在這邊有我們獨特的一個照顧模式嘅典範。間屋嘅長者亦有出外嘅機會。呢一日朝早，兩位長者嚟到附近嘅便利店，佢哋着住圍裙，戴上名牌，稍為溫習下點樣招待客人。來，你好，歡迎光臨。再溫習下點樣操作咖啡機，就正式投入幾點了咖啡館嘅工作。其實這個是我們台灣第一個首創的，然後讓失智症的長輩能夠到社區裡面的商店去做這樣的一個工作。那事實上我們知道，失智症長輩只要進入照顧的期間裡面，大概就會留在家裡面，不然就是留在被照顧的機構裡面。相對的，他接觸正常人群的機會就變得很少。那我們這個剛好就是跟我們7-11做這樣子的一個合作，那開放他們在社區裡面的便利商店，讓我們的失智症的長輩可以到這個地方，每一個禮拜有1天的時間，每次1小時。這位奶奶哈，是她就是負責在櫃檯裡面做咖啡，然後收賬。是，那這位奶奶呢，她今天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在這個入口的地方，招呼這些進來的顧客。奶奶，你今年多少歲啊90幾歲。90幾歲。哦，99歲。99歲啊！騙人！現在長輩他87歲。對，87。對，他已經忘了他幾歲，但是87歲已經不簡單。長者嘅工作包括沖咖啡、遞咖啡、收銀找錢、招呼客人，呢啲都係相當簡單嘅工作，但係對失智長者就有好大幫助。我們是全國首創的第一家友善商店的。那這段時間，我發現我們的失智長輩一定要給他這樣的一個空間，人跟人之間的一個互動。實習這幾個禮拜下來，我發現奶奶他們進步很多。以前早齡50客人買39，他們算不出來，他們已經現在可以算到百位數了。客人給100塊，然後找多少都可以馬上用心算得出來。
所以说，其实这段时間他們的進步跟他們臉上的笑容，變多了，我就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值得去推廣的一個活動。顧客又點睇呢啲長者實習生呢？其實奶奶他們有幾次把咖啡冰的熱的做錯了，甚至美式跟拿鐵做錯了。那我們送餐去的時候會跟客人說：不好意思，幫你做錯了，我幫你換一杯好嗎？攝製隊亦親眼睇到呢一幕。我們咖啡煮錯了，可是客人他不在意。那海鲜呢？有戀愛的滋味，根本是談戀愛滋味呢。攝製隊同幾位顧客傾過，佢哋都好支持失智長者以咁樣嘅方式同社區嘅人接觸。弄錯也沒關係啊，一樣好喝啊，對啊，而且我覺得弄錯反而是一個美麗的錯誤，對，那我覺得是讓他們多一點機會去學習更多東西，那沒有什麼不好，對，我覺得我們台灣人要多一點就是包容的心，去包容這些老人家，因為我們都會老，對。非常支持，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好，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我们把就是阿嬷当做自己的阿嬷这样子，对。我常常来到这家温暖的 Seven， 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平台，让这些老人家可以走出来，然后很温暖的环境，他们可以慢慢的回顾他们的一些技能啊、知识，所以我常来喝这个温暖的咖啡，有温度的咖啡。那我很感动，就是说，其实，在媒体有爆出以后，很多从台北专程坐高铁下来哦，来为奶奶加油打气，又有从彰化上班开车，然后就这样子来为奶奶加油打气。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些正面的能量给他们，让他们真的在晚年以後，他們可以很有尊嚴的，然後很有價值感的這樣子，我覺得很棒。由於呢一個概念係第一次喺台灣實行，最初都要面對唔少未知之數。其實我們一開始的時候，長輩是會焦慮緊張，因為對他們來講，突然間到這樣子一個很久沒有接觸的這種類似像商店的場域，看到這麼多陌生的人，其實是會緊張的。這些陌生人的眼光啊、互動啊，對他都會是一個壓力。那但是呢，我們是用一個友善商店的一個建構概念，先幫這些店員做 training 他們怎麼樣去跟dementia 的長輩 interaction， 然後用什麼樣的態度去幫忙他們，然後在應對的部分要怎麼樣的措辭。所以長輩一開始來的時候會擔心，可是從擔心慢慢變成適應，到最後變成是期待。他們每天回去之後，下了工回去，我明天什麼時候再去？沒有，下個禮拜才去，所以他們會變成是期待的。所以這樣子一個過程當中，我們無形在幫失智長輩做復健。柳雅梅係天主教立仁高中嘅校長，由於學校就喺便利店旁邊，所以佢哋經常嚟支持呢一啲老人家。佢察覺到要成就一個咁友善嘅環境，讓失智長者同社區嘅人互動，無論係中華聖母基金會定係便利店，背後都要付出好多嘅時間同資源。其實非常的不簡單，因為其實每一趟這些老人家出門的時候，都要觸動很多的人，因為老人家其實是安全第一，所以他們從去接他們，一直到走來這裡，待在這邊。這些整個的操作其實非常非常的不簡單，所以聖母基金會非常的用心，也非常的幸運，能夠找到這家 Seven， 全家一起支持，所以全家一起努力，每一次都需要有2批人馬，好，一批是陪這些老人家，那一批是要維持店裡面的正常運作，非常的不簡單，但是非常的棒。我相信這種模式，應該是可以被大量的複製，然後讓我們的社區對失智症照護這一塊，大家更能夠用友善的眼光去看待在社區裡面的這些失智症長輩。起點了咖啡館由2017年夏天開始，首先喺嘉義推出，隨住運作慢慢成熟，2018年夏天咖啡館亦都開始喺台北市運作，更加邀請到藝人一齊同長者服務。
基金會同便利店亦有計劃將咖啡館繼續喺台灣唔同嘅縣市拓展，等大眾有更多機會同失智長者接觸，用更正面嘅眼光看待佢哋。我也希望越来越多老人家会加入这个行列，因为台湾越来越多老人，然后老龄化的状况，所以需要这样子的活动去让更多人知道失智症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失智症跟我们想象中是不一样，透过这种方式是让更多台湾人知道有这样的状况，那甚至有可能失智的人口越来越多，那我們應該怎麼去應對這樣子？喺協助社會大眾了解失智症嘅同時，基金會亦希望擴展團體家屋，為更多失智長者同家屬提供24小時照顧。收住的人不多，只有16個名額。那在這邊的話是需要排隊，大概排最久的有排過18個月才進得來。對，那當然就是說，這樣一個照顧模式對於失智症的家屬來，大概都是求之不得啦，所以大家都是會知道有這樣的訊息，有這樣的地方，然後用這樣的照顧模式，他們都很願意等待。不過等待時間確實有點長，所以我們現在在募款做另外一間失智症團體家屋。2018年年底，中華聖母基金會為聖人失智症複合型社區式照顧家園舉行動土典禮。聖人家園將來可以同時為48位失智長者提供24小時嘅照顧。除咗團體家屋之外，更設有失智症日間照顧中心、長者實習店鋪同埋一個社區共融空間。呢個項目係台灣首創，目的係將照顧失智長者嘅經驗傳播開去，令佢哋即使能力逐漸衰退，依然能夠有尊嚴咁生活。我們人都會老，我們都會老。那我們都老的時候，我們希望怎麼樣？希望別人也真的愛我們，也照顧我們。所以你要怎麼樣受到照顧，你就怎麼去照顧這些老人家。同一班同事開會，開下會，我會覺得有個離身嘅感覺嘅。佢突然間靈魂出竅，我望住佢，我令個面望咗，我唔記得佢係我太太，我連佢個名係咩我都唔記得，甚至失憶。一向盡心盡力為工作、為屋企、為天主嘅電力工程師 Anthony， 究竟患咗乜嘢病呢？佢點樣面對呢一個突如其來嘅打擊呢？請唔好錯過呢一個星期嘅愛常傳。睇完呢一集愛常傳，歡迎大家打我哋嘅熱線電話嚟分享一下你嘅感受或者故事。同時亦請收聽逢星期六嘅電台節目愛生命，以及訂閱 podcast。要購買天主教靈修書籍同信仰靈修禮品，請嚟到生命恩泉書社參觀選購。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天主保佑。